大雄和哆啦 A 梦来到了江户时代，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跟静香一模一样的人，快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。这天大雄神神秘秘地数着数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小夫和胖虎好奇地跟了上去。哆啦 A 梦说他们这是在寻宝呢，但大雄走了好几次都走到了同样的地方。静香看过藏宝图后立马解决了这一难题，可就在大雄以为要找到宝藏的时候，却发现回到了自己家。他们来到了大雄家后院的一棵树下，宝藏似乎就在这里了。胖虎负责开挖，很快就挖出了一个罐子，大家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藏，结果只是大雄他爸给他的压岁钱而已。胖虎发现自己白忙活了一场，立马给了大雄一拳。大雄得到的零花钱也很少，因为大雄爸把他上个月预支的零花钱扣掉了。大雄哭着说，好想体验真正的寻宝，像故事里说的那样，去寻找祖先藏起来的金币。大雄立马跑去问他爸有没有祖先留下来找宝藏的文书。虽然他没抱什么希望，但结果他们家还真有这种东西。大雄爸翻箱倒柜，终于找出了祖先野比左卫门在江户时代留下的文书。这位左卫门是野比家第6代以前的祖先，听说他虽然是以务农为生，但好像是个挺有钱的大地主。文书中写道，于朝阳升起，落日余晖的野比山上，为后代子孙埋藏黄金3000枚。想寻求此物者，必须遵循以下的指示。大雄迫不及待地问宝藏在哪里，可文书接下来的关键部分却丢失了。大雄爸表示，他要是知道地点，早就去挖了。大雄对这3000枚黄金十分在意，他相信一定还埋藏在某个地方。随后他们想到可以搭乘时光机去看看老祖宗到底把黄金埋在哪儿了。江户时代的小镇还只是一个小村庄，大雄他们要先找到老祖宗的家住在哪里。但一路过去，这些村民看见他们都非常惶恐，一帮官兵骑马向他们追来，因为大雄他们光是穿着就很可疑。官兵认为大雄他们是盗贼，对他们穷追不舍。还好哆啦 A 梦及时拿出竹蜻蜓带大雄逃走了，可官兵们还没有放弃。危急时刻，一个红衣少女带着他们走捷径，甩掉了官兵。这个少女长得跟静香一模一样，大雄还以为是静香，但她其实是静香的祖先阿静。阿静看见大雄他们在天上飞，以为他们是忍者，而他的梦想就是像小鸟一样在天空飞翔。于是哆啦 A 梦就让他体验了竹蜻蜓，3个人在天空中愉快地飞翔。玩了好一会儿，大雄才想起来自己是来找老祖宗的。巧的是，阿静正好认识左卫门的儿子熊之作。大雄和哆啦 A 梦在阿静的带领下来到了老祖宗家，但家里没有人。大雄跟哆啦 A 梦窃窃私语，这看起来并不像是什么有钱人家耶。随后跑来了2个跟胖虎和小夫很像的人，他们是胖吉和福丸。2人慌慌张张地告诉阿静，熊之作被盗贼抓走了，因为他把黄金3000枚的藏宝图带在了身上。这下可如何是好？大人都在田里耕作，福丸提议先报官，但大雄觉得那样太浪费时间了，他让胖吉和福丸赶紧带路到熊之作被抓走的地点。他们很爽快的就答应了，没想到胖虎和小夫的祖先也是如此讲义气呢。到了地点后，哆啦 A 梦拿出强力嗅觉笔寻找熊之作的准确位置。盗贼头头正在跟着藏宝图寻找宝藏的所在地，但他走了好几次都在原地打转。他气愤地质问熊之作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熊之作告诉他们，这个藏宝图是以小孩的步伐来计算的，大人来走当然会出错，于是头头就把他松绑，让他来找宝藏。找到宝藏入口后，熊之作却不愿意跟随盗贼一起进去，盗贼头头立马拿刀威胁他。大雄看见老祖宗被人欺负，想上去解救，但他不小心踩到了树枝，大雄等人拔腿就跑，熊之作也趁乱溜走，躲进了农田里。祖孙俩就这样碰面了，但他们还没来得及交谈，熊之作就被胖吉叫走了。正当哆啦 A 梦来叫走大雄时，盗贼正好包抄了过来，他们把大雄认成了熊之作，还说
别以为随便换件衣服就可以蒙骗过我，小的是大雄身上也有一份藏宝图。于是他又被盗贼逼着找了一遍宝藏。另一边成功逃脱的老祖宗们发现大雄他们被抓走了，阿静认为要赶紧去营救，但胖吉和福丸觉得这种事还是交给官兵比较好，而且那两个家伙还是忍者呢。阿静很生气地问熊之作的看法，毕竟大雄是为了救他才会被抓走的。熊之作有些犹豫，阿静觉得他真是没有骨气。大雄带着盗贼们来到了一处洞穴后，他卡壳了，因为他手上的宝藏图下半部分缺失。现在他是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，但盗贼们依依不饶，大雄只好开始胡说八道，闭着眼睛乱带路。结果不小心触发机关，掉下来一个木偶人，把众人吓个半死。阿静他们就这样在山洞外一直听着里面传来大雄鬼哭狼嚎的声音。就在阿静打算直接冲进去时，熊之作终于鼓起了勇气。他向阿静保证会去救大雄，因为他没法眼睁睁看着阿静去冒险，而且他也感觉大雄不是一个人。福丸和胖吉则是跑去报官了，只留下阿静忐忑地等在山洞外。熊之作还没进去呢，脸色就开始发青，这家伙不会是怕黑吧？大雄已经快把山洞里的岔路都走了个遍了，但都没能正确找出宝藏。盗贼失去耐心，觉得大雄不靠谱。他抢过宝藏图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根本就没下文嘛！盗贼开始磨刀霍霍向大雄。危急时刻，哆啦 A 梦加入了他。嚯，狸猫开口说话了，这可真够稀奇的。盗贼彻底怒了，决定送他俩一起上西天。幸好熊之作及时赶到，他拿着宝藏图，保证一定会带盗贼找到宝藏。盗贼也就暂时饶了大雄一命。在熊之作的带领下，他们从山洞里又走到了外面。盗贼很生气，以为又被耍了。这不就是刚开始的地方吗？刚拨开树叶，这里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埋在地下。可没想到，盗贼找到藏宝地点后，出尔反尔，还是要杀他们。阿静从背后拿了一个大石头，一下子爆了盗贼的头。盗贼倒下时，他的刀正好解开了哆啦 A 梦的绳子。这下哆啦 A 梦终于可以反击了，他拿出道具名刀雷光丸，塞到熊之作手里，又将黑带与分身锤交给了大雄。这帮从来没动真格打过架的孩子们，顿时就变成了格斗高手，很快就解决掉了马仔们。但盗贼头头却趁虚而入，劫持了阿静。为了阿静的安危，大雄他们放下了武器。就在盗贼头头准备先干掉大雄他们的时候，阿静从天而降，一脚踹晕了盗贼头头。随后赶来的官兵带走了这帮为非作歹的盗贼，孩子们也打开了埋着的罐子，结果里面只有几个铜板而已。这时老祖宗左卫门砍柴回来了，原来这也是他给熊之作的压岁钱。熊之作也被小伙伴们埋怨了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！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小时候寻过宝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